因为长得丑没人娶，女孩便随便拉起一个男人谈恋爱，但男人特别的不情愿，因为他们之间有一段很难化解的仇恨。可女孩总是纠缠着不放，男人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。但女孩不是真的要谈恋爱，而是要跟他假装成情侣，以此来躲避父母的闲言碎语，以及前来纠缠她的前男友。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被玩弄，感到很不愉快。为了不吃亏，他将计就计地提出了条件，那就是需要女孩帮助他追回前女友。交易达成后的他们开始扮演情侣，故意让所有人看他们秀恩爱，并在父母和前男友面前宣布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可拙劣的演技只能证明他们在故意演戏。见没人相信，他们计划来场亲密接触。在自然风光的山顶上，他们向前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背对着大家错位亲密。可是大家纷纷散开游玩，对他们奇怪的行为漠不关心。虽然计划一败再败，但他们决定慢慢来。班尼看准了时机，帮助女孩的父亲学会了跳水，赢得了欢心。为了乘胜追击，在跟翠碧丝的配合下，这一次的效果却意外的出类拔萃。父母终于开始相信他们在谈恋爱，也终于让参加派对的这些人开始相信他们在交往。翠碧丝在跟班尼接触的这几天，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，这让他开始相信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一场误会。而这场误会的开端是在2年前的那个下午，他们在面包店里一见钟情，他们在公园散步中怦然心动，他们在简约晚餐中两情相悦，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对情侣。可是第二天早晨，翠碧丝趁着班尼睡觉的时候悄悄收拾东西，却不慎惊醒了班尼。班尼看着他离开的身影，怅然若失的心碎了一地。而翠碧丝正激动地把自己恋爱的事情分享给姐姐。头次遇到这种事情的她，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但在姐姐的建议下，她后知后觉，不应该不辞而别，决定折返回去。而此时的班尼正在生翠碧丝的气，他向好朋友抱怨说：“我巴不得他早点闪人，什么都不是。”此话一出，正好被远处门口的翠碧丝听到。翠碧丝失落地转身离开，她越想班尼说的话，越感到生气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结下了互相敌对的怨恨。本以为两人不会再见面，没想命运再次开了个玩笑。因为翠碧丝的姐姐跟班尼的朋友是朋友，所以班尼跟翠碧丝再次相遇在一起。所以你当上律师了吗？真希望你的道德课不要拖了后腿。如果你想要找律师辩护，可不要找我，因为我订婚了。如果你要送结婚礼物，不要忘了送到渣男街28号。说起订婚，完全是处于下风的翠碧丝编造出来，故意气他的谎言。那真为你感到高兴，我恨不得拿酒敬你一杯，再也不见。虽然说再也不见面，但班尼却在飞机上遇到了翠碧丝，他们飞往同一个地方。因为翠碧丝的姐姐合力要结婚，不仅邀请了翠碧丝，还邀请了班尼。翠碧丝为了实施小报复，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咬了一口班尼的汉堡，却不小心将衣服卡在了扶手的缝隙里。为了将衣服拿出来，他骑在班尼的身上一上一下的大幅度动作，差点弄醒班尼，却惊醒了邻座的老太太。见年轻人身强力壮，充满活力，老太太赶紧拉下眼罩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几番扯拉下，翠碧丝终于拿出了衣服，却险些抱住班尼，好在有惊无险。第二天，朋友皮特来澳大利亚机场等到他们下飞机，同他们一起去往住宿地点，一栋靠海的别墅，不仅有泳池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，希望能够带走他们不愉快的怨恨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翠碧丝的姐姐还邀请了班尼的前女友玛格丽特，以及玛格丽特的现男友阿波，这让班尼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他仍然爱着玛格丽特，常常翻看那些老照片，回忆跟玛格丽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这也是为何他同意跟翠碧丝化敌为友，假装成情侣，为的就是让玛格丽特吃醋，好让玛格丽特回心转意。在他们不懈努力下，不仅让翠碧丝父母开始相信他们在谈恋爱，还让玛格丽特也开始相信。玛格丽特为此吃了不少醋，她当着班尼的面称自己想要找个认真谈感情的人，认为现男友阿波不是自己认为对的人，并且收回之前分手说的那些绝情话。总之委婉表示愿意跟班尼重归于好，但如愿以偿的班尼没有立刻答复，他想要更加谨慎地让玛格丽特回心转意。他激动地迈着轻快的步伐，转过一个又一个的过道，找到翠碧丝，建议在假装交往的过程中不能看上去太真实，而是顺势交往。如果玛格丽特100%认为他们在谈恋爱，那么就不会彻底背叛阿波，所以在交往的时候中需要把握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故意留出一个让玛格丽特有机可乘的破绽才行，到时候就能顺理成章的在一起。那么计划的下一步就是假装热恋期的情侣。按照合理婚前的派对计划，一行人决定去海上游玩。班尼和翠碧丝片刻不停地开始行动。当所有人都下车上船的时候，班尼在众目睽睽下用双手捧着翠碧丝的腰，并且缓缓将她放下来，同时搂在怀里。此时玛格丽特一口气喝光了酒，瞪大双眼，恨不得把两人扯开。能否让玛格丽特见缝插针，就看今晚上的表演了。船上的晚宴看上去十分的丰富，而班尼看上去却十分的紧张，正想要说出最关键的话时，玛格丽特醋意浓烈，但现男友阿波突然打破了他们暧昧的氛围，想要跟玛格丽特开船游玩。明明可以拒绝阿波的请求，可玛格丽特还是选择跟阿波待在一起。显然玛格丽特对班尼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而翠碧丝这边父母没有紧逼她，
或许在他们眼中，只要女儿在这个年龄段谈恋爱就感到无比的放心，所以这个计划最顺利的应该是翠碧丝。可她始终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前几天的假装恋爱不仅让玛格丽特吃醋的想要回心转意，而且还让翠碧丝的前男友乔纳森也吃到了醋。昨天乔纳森找到翠碧丝玩国际象棋，他说自从分手之后，如果我不想你那是骗人的。这话直击翠碧丝的灵魂，他觉得如果乔纳森能够做出一些改变，或许复合也不是那么糟糕。但是今晚在见到乔纳森的时候，看见他正跟几个漂亮的姑娘谈笑风生，这让翠碧丝很不舒服。或许他昨天说的话就是一个谎言，只不过自己傻傻的当了真。看着玛格丽特跟阿波眉来眼去的样子，让班尼的心里不太好受，但他并不认为玛格丽特昨天说的话是谎言，或许应该加大跟崔比斯的交往程度。于是他决定用舞蹈引起玛格丽特的注意，每一个大胆的接触都发泄心中不满，每一个温柔的步伐都表现出他们相爱。尽管是假装的，但崔比斯乐在其中。他们越是跳得大胆，越是听到玛格丽特跟阿波的欢声笑语，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，反而让班尼吃到了浓烈的醋。见班尼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崔比斯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，他要出绝招，要喂给玛格丽特一桶醋。他带着班尼来到船头，想要演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经典场景。可是班尼很不情愿玩过时的东西，但是崔比斯认为，如果情侣中的一个人玩尴尬的事情，但另外一个人如果愿意陪着一起尴尬，那只能证明他们相爱的不介意做这种事。虽然有点难为情，但班尼还是选择相信崔比斯。崔比斯张开双手，犹如泰坦尼克号里面的肉丝，班尼拖着他的手犹如杰克。而这浪漫的一幕刚好被姐姐何丽发现，何丽的惊叹声很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也引起了所有人的羡慕。这一刻，大家已经完全相信他们真的在交往。乔纳森语无伦次的掩盖侧影，无奈地望着他们相爱的身影。玛格丽特怅然若失的心碎，仿佛永远都不能介入他们之间。玛格丽特和乔纳森犹如失败者一样落荒而逃。班尼时不时地往后瞥了一眼，见没有了观众，才松了一口气，终于能结束这场尴尬的表演。却不想崔碧斯不慎摔了下去，吓坏了班尼。班尼连忙确定崔碧斯在海里的位置后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使出浑身力气向他靠近。见崔碧斯安然无事，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。但回过头时，发现船只已经渐行渐远，他们正处在更为危险的环境中。崔碧斯惶恐不安地开始胡思乱想，要么因为体力耗尽沉入海底，要么因为温度流失导致四肢麻木，要么不幸遇到可怕的鲨鱼而死于撕扯痛。但班尼不断安慰说不会有事，因为他有过在海上待上10几个小时的经历。而此刻船上的人通过悉尼歌剧院的反射在海上的光，意外地发现了他们。真没想到两人居然投入到跳进了海中，连忙呼叫海上急救中心，希望他们能够在救援赶到之前存活下来。班尼根据以前的经验，临危不惧地观察四周，意外发现了一个海上浮标，这像是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于是刻不容缓地向浮标游去。经过费力寻找两人的重心，他们终于比较放心地坐在浮标上。翠碧斯说，刚刚没有比跳下水救我更浪漫的事情了，要是这样都不能帮你追到玛格丽特，那我真会大失所望。我发现你对乔纳森不是那么的讨厌，为何你们要分手？这很复杂，因为我们从来不吵架，但他总是跟其他女人待在一起，像是宣称他很抢手，这让我很害怕失去他。这样的日子让我备受煎熬，后来没法说一句心里话，如休学那样重要的人生大事我都不敢告诉他，所以长痛不如短痛，我干脆提出了分手。之后遇到了你，那天不辞而别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到了火花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份感情。那天你离开时我真的很伤心，所以就对朋友说了些你的坏话，但那不是真心的。在危机重重的海面上，他们不仅解开了误会，也理解了彼此。翠碧斯约定，如果没死，一定要带他去悉尼歌剧院那边，因为他喜欢在那里观察路人，看那些为爱远道而来的人。班尼保证带他去，因为面对爱情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他坚信这一点。一道白光打在他们身上，是救援队开着直升机发现了他们，他们顺利搭上救援绳，成功获救，并且很快被安全送回了别墅。由于错过了船上的晚宴，他们决定一起吃完晚饭再分开。没想到翠碧斯因为饥饿，嘴快不慎烫到了嘴巴，班尼只好勉为其难地帮他吹烫伤的嘴，吹得翠碧斯心痒痒。本应该假扮情侣的他们，没想到真的爱上了彼此，这让翠碧斯难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，而班尼也变得不确定起来，或许他们只是一时的冲动。于是这一次，班尼趁着翠碧斯睡觉的时候悄悄地离开，却惊醒了翠碧斯。翠碧斯心碎地看着门口，伤心的不知所措。或许这就是当时班尼被抛弃的感觉。很快到了这场聚会的尾声，因为这是姐姐何丽结婚的一天，班尼被安排去购买鲜花，一路上不断地听朋友皮特絮絮叨叨，但皮特每一句话都戳中班尼的内心。如果在玛格丽特和翠碧斯之间很难做出选择，那么就选翠碧斯吧，因为你为她跳下了船。班尼若有所思地看着皮特，像是有了答案。而翠碧斯这天被安排跟玛格丽特一起去搬运定制的婚礼蛋糕。玛格丽特聊了点日常，便打开了聊天的氛围，然后直奔主题问翠碧斯是否在跟班尼交往。翠碧斯先是一愣，接着不是很情愿地说他们这只是顺势交往，
包括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听后，玛格丽特立刻抛出一个几乎不给他后悔留余地的选择：那你应该不会介意我追她吧？我当初的分手可能是个错误。简单一句话就给足了复合的理由。翠碧丝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在努力地抢走班尼，也明白昨晚班尼的不辞而别已经帮她做出了选择。她不后悔的同意巴布的玛格丽特早点跟班尼复合。正当他们搬运婚礼蛋糕的时候，翠碧丝的父母突然指责翠碧丝休学的事情，无中生有的怀疑她休学的动机是嗑了药，还是因为跟强纳森分手才干出这种不可理喻的事。但翠碧丝没有回答，而是恼怒地询问告状者的名字。父母也没有理会生气的猛烈攻击他的内心。父母努力的工作就是想让你读律师，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过上幸福的人生。可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。却在这时，班尼闻声而来。翠碧丝真不敢相信班尼会告状，因为只有班尼知道这件事。但班尼没有那么做，是分享给了朋友皮特，所以是皮特告的状，但也不至于告诉其他人。为了尽可能给大家台阶下，班尼认为休学的事情父母迟早会知道。可翠碧丝依然很生气，因为这也轮不到班尼来说。但父母认为谁告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休学这件事实。翠碧丝毫不客气地说班尼是个烂人，单身不是没有原因。可班尼被骂后也有些不爽，反问他不也单身？翠碧丝直接气得告诉所有人真相：我们没有交往，我们一直在演戏。强纳森不敢相信翠碧丝的话，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放下他的准备。在翠碧丝不断的言语攻击下，班尼毫不客气地跟他针锋相对，却吓到了在场的小狗。小狗将蛋糕弄到了地上，凌乱的场面像是毁坏了即将开始的美好婚礼。妹妹克劳迪亚见状也开始生气，因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婚礼前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。翠碧丝立刻冷静向克劳迪亚道歉，但不奏效，向班尼抛去责怪的眼神。可班尼皱着眉头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场争吵以不愉快的方式让他们不欢而散，只剩下散落一地的婚礼蛋糕以及想要挽救蛋糕的人。可即便如此，但婚礼已经迫在眉睫。班尼整理不高兴的自己，却无意间听到那对姐妹在楼下的争吵声。她们抱怨班尼和翠碧丝继续闹下去，一定会毁掉整个婚礼，不如取消婚礼，说不定还能节省一笔钱。班尼愁眉不展的若有所思，选择去找翠碧丝约定表演最后一场戏，让姐妹的婚礼能够圆满顺利。大家带着快乐的表情出发，准备入戏参加婚礼。坐在最后面的班尼带着翠碧丝真诚地向克劳迪亚和何莉道歉，保证不会生气，保证不会搞砸婚礼。姐妹俩半信半疑的希望他们说到做到。这次他们的要演的戏不是假扮情侣，而是假装不生气。可他们早就冷静了下来，或许只要不待在一起，就能避免发生糟糕的事情。在海浪不断拍打的峭壁上，正在进行克劳迪亚和何莉婚礼。他们相互倾诉出真诚的誓言，浪漫的表白让班尼时不时地看了一眼翠碧丝，忍不住地想象跟她结婚时的样子。而翠碧丝也时不时地看了一眼班尼，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。但他们的关系发展的已经不能挽回，只能报以美好的祝愿，祝福这对姐妹能够幸福。按照婚礼的流程，很快进入了就餐环节。翠碧丝父母担心地找到翠碧丝，十分关心她最近的状况。但翠碧丝决定顺从父母的意思，取消休学的事情，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律师行业。可父母在反反复复思考过后，他们现在只希望女儿健康快乐，希望她顺从自己的心愿，为自己做主。只需记住，父母一直都是最爱她的人。跟父母和解的翠碧丝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而心情变好的不止翠碧丝，还有班尼。因为玛格丽特见缝插针地主动找到班尼，双手抱住他开始调情，让玛格丽特回心转意的目的即将成为现实。可是翠碧丝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姐妹看见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连忙跑去关照翠碧丝的情绪。可是翠碧丝的目光总是透过他们看向班尼和玛格丽特。姐妹俩建议翠碧丝去散散步，整理一些可能不太好的思绪。翠碧丝强颜欢笑地说她可能会去观察一些路人，她很感谢他们的一片好意，却发现玛格丽特已经吻上了班尼。她装作无事发生的匆匆离开，因为害怕流出可怜的眼泪，她只想远离这令人伤心的地方。但她的眼中已经饱含着泪水。明明已经帮助她追到了玛格丽特，明明总是跟她吵个不停，明明总是跟她搞砸一切，可当最后拱手相让的时候，为何会为她的幸福伤心难过？为何自己的心会隐隐作痛？她没有答案，但她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。而班尼等这一刻等了很久，但他渐渐发现自己只是对回忆过于执着，因为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另外一个人。他拒绝了跟玛格丽特复合，然后焦急地寻找翠碧丝，可始终不见其踪影。姐妹仅仅只知道他去观察路人，听上去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，但班尼似乎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因为他曾经说过会在某个地方观察路人。班尼突然想到去那里的最近距离，他端起强纳森的咖啡一饮而尽，转身跑向悬崖。众人疑惑地看着他，只见他穿过花圈，大喊打电话给救援队，便纵身一跃，为爱第二次跳下了海，吓坏了在场所有人。仿佛在爱情面前，对于班尼来说，这都是值得的，值得冒险得到一次直升机救援的机会。他这疯狂的行为，仅仅是为了以最快速的速度去往翠碧丝的身边，因为他一秒钟都不愿浪费。如果翠碧丝爱他，班尼赌翠碧丝一定在悉尼歌剧院等他。
然而他赌赢了。翠碧丝正愁眉不展地站在歌剧院的门口，忽然听到了轰轰作响的声音，救援队的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他眼前。此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，因为直升机上站着班尼。班尼谢过救援队后，跳下直升机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向前奔跑。他一边跑一边寻找翠碧丝。翠碧丝看着他湿漉漉的衣服，不自禁地笑起来。没想到这傻瓜竟然为自己再次跳了海。班尼发现翠碧丝后，他大步向前，终于找到了翠碧丝。他有很多话要说出来。我没有吻玛格丽特，是他吻的我。我知道这借口很烂，但我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方式。我们已经认识2年了，而我没有和你共度每一天。我本来很讨厌你，但当你真正离开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伤心。我以为你会后悔，我没法承受再失去你的伤痛，因为我真的很爱你。昨晚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不觉得后悔。我喜欢我们吵架的方式，我喜欢你聪明的样子，我也喜欢你知道自己不要什么。如果你不想要我，如果我不是对的人，我想我肯定会心碎，因为那真的很心痛，很难受。所以你要吻我吗？是的，我想是的。